我们直接切入核心，你先听听这几个夸张的数据。德律2024年全年的 EPS 大概落在 7.78 元，结果到了2025年直接暴力跳升到 10.49 元。更扯的是，你看2026年光是前5个月的自节 EPS 就已经狂飙到 6.22 元，年增率超过 62%。这数据一摊开，资本市场毫不犹豫地给出了28到32倍的本益比溢价。说真的，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景气循环反弹，这根本是结构性的质变。但你想想，要撑起这种爆发性的财务数据，背后得要多硬的技术底气。德律从1989年做传统 SMT 设备起家，现在竟然一路杀进半导体先进封装的深水区。资本市场对它的定价逻辑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。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再用看传统 PCB 设备商的眼光来看它，而是必须用半导体先进封装设备领头羊的标准来重新审视。从财务数据的结构性升华到管理阶层对未来10年的产能布局，这里面藏着非常精密的战略计算。这家公司到底是怎么靠着 3D 检测技术，在这个 AI 疯狂扩产的风口上精准卡位，成为全球极少数具备一条龙检测方案的绝对霸主？今天的深度拆解，我们会从6个关键维度来透视这家公司的真实价值跟潜在风险，包含检测生态系、技术内核、资本重估、TGV 玻璃基板蓝图、全球竞合赛局。最后，我们还会进行一场严格的压力测试。要懂得德律的护城河到底有多深，我们得先看懂这个 YMS 4.0 集中化良率管理系统。这东西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整座智慧工厂的中枢神经，它直接把产线上所有独立运作的设备数据串起来，形成一个无死角的闭环。你想想，为什么像广达、鸿海这些代工大魔王会被它牢牢黏住？因为这套系统能让产线达成自动化的品质改善循环，哪里出错，系统1秒反馈并自动修正。站在数据跟策略的角度来看，客户为了避免不同厂牌机台之间鸡同鸭讲、数据不相容的痛点，绝对会越来越依赖这种一站式构筑的解决方案，这就直接把德律的市场霸主地位给锁死了，对手根本找不到缝隙插针。这种一条龙生态系到底有多巩固？我们把视角带到生产线上，你想象一下整个检测关卡。最前头是负责把关锡膏印刷品质的 SPI， 接着进入表面光学检测的 AOI， 抓外观瑕疵，再来就是重头戏了，利用 X-ray 看透封装内部断层的 AXI， 专门抓肉眼看不见的隐患，最后再加上电路板电测的 ICT。德律是全球极少数能横跨光学跟电测2大领域的供应商，等于是把产线的检测关卡从头到尾全包了。所以最关键的获利指标出现了，注意看，2026年第一季德律的毛利率居然站上了 60.3% 的惊人高地，你没听错， 60.3%。身为一家设备商，要维持60%的毛利率，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它必须完全脱离鸿海的价格战，绝对不能跟对手在那边杀到见骨。但问题来了，要撑起并维持这种恐怖的定价权，它背后真正的技术内核到底是什么？答案就是技术的降维打击。你看，传统的 AOI 用的是一般可见光，碰到不透明的细材料或复杂的先进封装，光线直接反弹，里面藏着什么根本看不到。但德律导入了 SWIR 短波红外线加上 3D AXI 技术，这就像是直接给玻璃基板和细晶圆照了一次医疗级的 CT 断层扫描，特定波长的光线直接击穿材料，把藏在深处的微裂纹抓得一清二楚。这完全突破了传统光学只能看表面的物理极限啊！而且不止硬体硬派，软体的搭配更是神来一笔。以前传统检测最怕机台像个惊弓之鸟，产线上光影稍微变一下，或者一点灰尘反光，警报就狂响，结果产线还得派一堆人去重新复判。但德律这套连续2年拿奖的 AI Verify Host 软体，就像个拥有超级专注力的资深文字编辑，透过深度学习自动帮你滤掉背景杂讯，精准剔除假缺陷，简直到了零误判的境界。这正是推升获利结构的核心啊！这种从 AI 编程优化到自动复判的软体定价权，帮客户省下巨大人力成本，同时也让德律的高阶蓝海产品营收占比拉高到 84%， 成功锁死 60% 的毛利。毕竟卖软体的毛利永远比单纯卖硬体来得香太多了。了解了硬体加软体的护城河之后，我们来看看资本市场的价值重估，看看这条陡峭的 EPS 增长曲线。2024年 7.78 元，2025年直接破10来到 10.49 元，2026年前5个月就 6.22 元了。这种爆发性的跃升，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市场愿意给它高达28到32倍的本益比溢价，因为资本市场已经非常敏锐地嗅到，德律早就不是大家印象中那家传统的 PCB 设备股了。
这是一次最彻底的质变。德律现在在做的是直接针对 NVIDIA GB300，甚至未来的 Rubin 世代那些大尺寸、多层数、超大功耗的客制化板件与先进封装提供检测。从传统 SMT 一路打进高阶半导体检测，他们拿出来的可是次微米级、高达 0.1 微米的高精度检测平台。大家知道 0.1 微米是什么概念吗？那是一个极度苛刻的微观世界。这项技术已经成为 NVIDIA AI 副武器供应链里面绝对不可或缺的关键火力支援。讲到这里，有个观念真的非常重要。德律从传统电测一路杀进 NVIDIA 的核心圈，你会发现，真正厉害的公司绝对不是一夕爆红，而是人家早就把技术准备在那里等了。同样的，真正厉害的投资也不是看到股票涨了才去无脑追，而是先搞懂这家公司到底在干嘛，然后在风口上卡好位，静静等风吹过来。所以，不管你有没有赚到德律这一波，或者不管这次的解析对你有没有帮助，请先帮我订阅、按赞哦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一次可以让你真正搞懂公司在干嘛的深度解析。接下来，我们把眼光放到下一个成长动能，也就是2027年的 TGV 玻璃基板商用化战场。市场上常常把德律跟魏华科摆在一起比，但其实从半导体制成的分工逻辑来看，他们完全在跑不同的赛道。魏华科比较像是技术轻骑兵，主攻前段实验室的研发精密量测，去抓雷射改值后的微观物理形貌。但德律呢？德律是霸气的量产守门员，他们锁定的是中后段的量产速度，用 SWIR 和 3DXI 强攻产线良率。这绝对不是零和游戏，而是互补。德律负责在不破坏昂贵材料的前提下，用最极致的速度告诉产线哪里有瑕疵，这才是进入量产阶段最在乎的硬指标。可是环顾整个生态系，竞争依旧是极度血腥的。日本的欧姆龙跟沙树在硬体精度与 CT 扫描领域还是有传统的统治力。中国的巨子跟日联正疯狂大打残酷的价格战。东南亚还有个封测地头蛇伟特科技。回到台湾，智茂在 ATE 电测领域先行一步，穆德靠着日月光入股强攻先进封装 AOI， 油田也在载板检测积极卡位。面对这种高压的群雄割据，德律绝对的胜算到底在哪？他们的终极武器就是急速交期，只要1到2个月。现在在 AI 扩产的最前线，代工厂每天都在被客户追着要产能，速度就是生命。日系大厂光是改个机调节一下，动辄要等半年以上，这在目前的 AI 节奏里根本是致命伤诶。但德律靠着模组化设计，加上提前的策略性备料，针对 NVIDIA 供应链的超大尺寸主机本，甚至不到1个月就能出货，这种恐怖的机动性直接碾压竞争对手。虽然交期灵活是巨大优势，但我必须在这里启动极端压力测试。我们要高度警戒所谓的分母效应。目前 AI 伺服器 SMT 设备带来的现金流非常庞大，占了整体营收极大的比例。这其实会产生一种稀释作用，掩盖掉先进封装与半导体检测真实的成长占比。未来3年半导体的营收占比能不能如期攀升到20%到30%，才是这家公司能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设备循环波动，真正蜕变为半导体前沿设备股的终极试金石。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隐忧在于产能杠杆。林口2期厂区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大概只有 50% 左右，在规模还没完全放大之前，这个是存在着固定成本折旧稀释获利的风险的。而且财报上也显示，德律跟欧美科技 OMI 的技术外包合作近期认列了投资损失。在 AI 高成长的周期下，管理阶层到底有没有能力妥善控管合约资产，以及复杂的技术整合风险，这都在考验着经营团队的长期诚信与执行力。从技术蓝图来看，德律已经把 0.1 微米的次微米高精度平台准备好了，目标直指2027年 TGV 玻璃基板的极限挑战。现在的策略就是以战养战，用 AI 伺服器赚来的丰沛现金流去砸出未来半导体检测的最高天花板。技术的确到位了，但残酷的问题是，当这波 AI 伺服器的建制狂潮见顶回落，产能规模一旦缩水，庞大的固定折旧压力就会瞬间反扑。这道 60.3% 的高毛利防线，到时候还能不能稳稳守住？当 AI 伺服器浪潮退去，德律的半导体尖塔能否傲然挺立？这就是留给所有投资人最残酷也最真实的终极考验了。